不想骨头变得脆，这3步要少吃，比味精还伤骨骼。有的人咳着把肋骨咳裂，打个喷嚏把腰闪了，还有人本来想打个蚊子，结果手腕骨折了。现在的人骨头越来越脆，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骨脆，其实不然，年轻人也有很多。最近流行的脆皮大学生就是说明，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极其伤骨骼的食物，大家可能经常吃，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偷走我们的骨骼健康。第一个，高盐食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味觉与嗅觉都在退化，炒菜时喜欢多加盐，还特别喜欢吃咸菜、腊肉等。但高盐食品是一种偷钙的食物，人体盐的摄入量越多，尿液中钙的排出量也越多，长此以往，骨质变薄易碎，所以尽量少吃高盐食品。第二个，肥肉。肥肉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会抑制骨质的吸收，还会加速钙质的流失，从而会引起骨质疏松。第三个，碳酸饮料和酒精。碳酸饮料是腐蚀骨骼的一大元凶，长时间大量喝入碳酸饮料会阻碍钙进入体内，久而久之，骨质会变得越来越脆。另外，酒也要少喝，酒精不但会让骨质变差，还会影响骨头的愈合能力。所以这3样食品要少吃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中老年朋友或多或少都受骨质疏松的困扰，经常有腰酸背痛、腰腿乏力、上楼费劲等表现，还会因摔倒、咳嗽、轻微活动等而发生骨折。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、卷心菜、豆制品等含钙丰富的食物，还有多晒太阳，促进钙的吸收，避免长时间坐着或站着。另外，今天分享一个实例，96岁的国医大师郭成杰，他的骨骼密度远超同龄人，靠的不是钙变，还是一套按摩法。第一步，来回搓腿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夹住大腿，力度适中的来回搓揉腿部，一直搓到小腿。反复搓30下，这样能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，减缓肌肉萎缩，让你的腿脚更加有力。第二步，抬腿，坐在椅子上，抬起右腿，与地面水平，保持5秒，然后放下，再抬左腿，保持5秒，放下，反复做10到20组，早晚各一遍。抬腿时能不断的拉直、放松腿部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肌肉长了，骨头就会受到保护，有利于增加钙的储存。做完后揉揉双腿，放松腿部肌肉，减轻酸胀感。第三步，桌揉法。坐在椅子上，手指按住膝盖4个穴位，食指点住内膝眼，中指点住外膝眼，大拇指控制血海，小指控制梁丘，稍稍用力的桌揉，按3到5分钟。膝盖相当于人体的气血中转站，为小腿和大腿输送营养。桌揉膝盖周围的穴位，可以舒筋活络、益气补血，滋养我们的骨头。当我们膝盖冷或膝盖疼痛时，都可以捉一捉这里。年龄越大，越要重视骨骼的问题，因为它不会喊疼，一旦喊疼了，情况就很严重了，所以要及早预防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中医认为，耳为中脉之所聚，12经脉皆通于耳，说的是耳朵虽小，却联系着经络、脏腑与神经，因此耳朵被誉为人体自带的养生丹。今天分享一套揉耳操，对强体质、通气血、降压、补肾、调耳鸣，样样都不差，相当于把全身都调了个遍。1. 揉耳轮，调和气血。请伸出双手，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耳轮，从上往下搓揉3分钟，轻重适宜，
以稍有红热感为佳。搓完后会有气血通畅、神清气爽的效果。2. 掏耳蜗，调和五脏。把食指的指甲剪掉，然后食指放进耳蜗里来回掏，争取让手指触及耳蜗的每一处。每天掏50次，但不宜用力过度。耳蜗是耳朵的中心区，五脏六腑对应的耳穴都在耳蜗里，对耳蜗里的各点进行刺激，能调和五脏。3. 揉耳垂，提神醒脑，防痴呆。两手的拇指、食指同时按摩耳垂，先将耳垂搓热，使之微微发热即可，然后再向下拉弹耳垂20次。耳垂区域的穴位与人的头脑、面颊关系密切，经常按揉耳垂可以提神健脑，防痴呆。4. 摩耳背，降血压，通血管。耳背上有一条凹进去的沟，叫降压沟。用一只手拉开耳朵，另外一手食指指腹沿着降压沟从上往下摩擦，每天摩擦50次。降压沟对应人体的脊背，摩耳背的作用相当于捏脊，可以间接的刺激脊神经，调畅全身气血，有一定辅助降压效果。5. 艾灸全耳，效果翻倍，伸长百倍。我们用这个罐子来艾灸很方便，我们先点燃罐子里的艾条，用罐子对着耳朵熏3到5分钟，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药性热力可以直接向耳内灌注，宣通耳窍，效果翻倍，伸长百倍。两边都要灸，耳灸一次相当于通调全身经络经脉，打开全身气血开关，让人气血畅通，精神振奋。这套动作做完之后，会觉得耳朵发烫，浑身充满暖意，全身舒畅。另外，平时有耳鸣、耳聋、听力下降的人，也可以每天练习这套耳朵操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俗话说，病从脚下起，寒从足底生。感觉到寒冷的同时，寒邪就趁机潜入了咱们的身体里面。这些坏东西最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脚，脚又被称为第二心脏，离心脏最远，受寒邪刺激，脚部血管收缩，血液运行发生障碍，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锻炼方法，不仅可以去寒邪，还可以打通腿上6条经络，提高免疫力，保健我们的心脑血管。大家跟我练习一下。首先，保持身体立正的姿势，抬头挺胸，双手垂直，自然放在身体两侧。然后小腿收缩发力，慢慢踮起脚尖，脚趾捉起来，紧紧捉住地面，稳住重心，然后身体自然落下，让脚跟轻轻撞击地面，然后我们再重复。就这样一下一下踮起落下，做的时候不要心急，要心平气和，把重心和注意力都放在脚上，保持好节奏，每次可以做30下。有节奏的踮起落下，会让身体产生有节奏的轻微震荡，会感觉到全身的肌肉都在晃动，气血会得到激发。做完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做垫脚尖原地踏步，脚尖尽量垫高，踏步时一定要保持节奏，
就这样有节奏的原地踏脚尖，一定要保持节奏，尽量保持呼吸均匀。原地踏脚尖，踏步时间可长可短，大家量力而行，累了就休息一下，一般做3到5分钟。以上的锻炼很简单，但是要量力而行，每天可以做2次，在打通腿上6条经络的同时，也刺激脚底的一些穴位，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，保持下肢血液回流的通畅。坚持锻炼还能保护肾脏以及改善肾脏的功能。冬天还是心脑血管问题高发期，有空就垫垫脚，保持心脑血管健康，长期坚持对减肥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10人9湿，如果湿气重，浑身都会不舒服。去掉湿气后，身体才会很轻盈、舒爽、干净。更重要的，如果湿气重的人，特别容易发胖。去掉湿气之后，体重更容易下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去湿气很简单的方法。我们把小腿露出来，在小腿肚子这里有个承山的点位，我们把脚跟用力向上提，这里是腓肠肌，腓肠肌肌府的下方尖角凹陷处，这里就是承山，它是膀胱经上的点位。膀胱经受寒后，寒湿最容易淤积在这里，所以很多人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一按就很疼，酸胀感很明显，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它疏通开就好。把这里疏通了，就相当于打开了身体的排泄口。敲打就是最简单的疏通方法。我们手握拳，用这里对准承山的区域，用力的敲打，因为这里的肉比较厚，所以要用力一点。这样敲下去，把整个小腿的区域都震动了，相当于整条小腿的区域都给它疏通了，这样就能事半功倍。敲打承山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做，也可以在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，膀胱经当令的时候敲，每次敲200下左右，敲完左边，再敲右边。每次敲完之后，就会感觉双腿都会很轻松，特别舒服。湿气重的人坚持7天以后，会明显的感觉到有变化，感觉全身都舒畅干净。有些人双腿是发沉、酸累、胀痛或者发硬的，坚持1周，你就会感觉到其中的改变了。虚胖的朋友身体湿气都会很重，坚持疏通，你会发现身体的肉在不知不觉中变小了。养生大师南怀瑾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好方法，贴肚脐贴。下面我教大家自己制作肚脐贴。提前准备花椒7颗，桂圆肉1个，艾绒少量，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，然后捣碎。捣碎后搓成一个小丸子，然后放在肚脐上，贴上胶布就行。我们也制作了一些现成的肚脐贴，一瓶是30粒，还配有30个专用的贴布。小贴最好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贴上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取下来。在贴之前，最好在肚脐底滴上1滴白酒，促进吸收。建议双脚的涌泉也各贴1个。好，脾胃差、湿气重的朋友，坚持贴2到3个月。冬季易感风寒，这1-2个月已经有不少人中招了。很多朋友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后，已经没其他问题了，但是还是剩一点咳咳，总是不好，总是觉得喉咙干干的、痒痒的，时不时咳一下，有时晚上更厉害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好方法，就是花椒炖雪梨，特别适合感染过后咳咳不断的情况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用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准备1颗
新鲜的梨，清洗干净后，切掉梨头，把梨中间的肉挖掉，然后放上10多粒花椒和适量冰糖，合上梨头，开大火隔水蒸6到8分钟，炖好以后趁热连汁带肉喝下，早晚各1次。花椒散寒，帮助我们把肺里的寒气排出去；梨子滋阴润肺，把肺中津液养起来。着凉了，嗓子不舒服、老干咳都可以吃上1支。另外，平时咳起来会很难受，我们还可以按压咳犬穴来缓解。在我们手掌上无名指和小指之间的骨缝处就是咳犬穴，还有一个咳犬心穴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骨缝处，这里就是这2个穴都要揉。我们用大拇指指尖垂直往下按，忍着痛用力按上5秒钟，然后放松，再按5秒钟，放松，这样反复多次，总的次数不限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。如果大家手上有刮痧板，我们也可以用刮痧板来按。我们用刮痧板的一个角垂直按压穴位，这样用刮痧板力度可以更好的渗透到骨肉之间，同时也没有这么累。很快你就会感觉有一丝气流穿过嗓子，发痒想咳的感觉会慢慢消失。好，大家赶紧按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立春已过，标志着春天的开始。1年24个节气轮回，春天到来了，我们该好好养肝了。如果我们在春天把肝养好，让肝气旺盛，生发正常，人就能精神焕发。但是如果肝气生发太过，或是肝气郁结、肝气不足，到夏季就会发生阳气不足、虚的情况。今天给大家分享能让肝舒畅的7个动作。1. 食指梳头。早上起床的时候用食指梳头300下，一是顺应阳气生发之势，二是可促进头部气血循环加快，推动任督二脉气血循环加快，再带动身体12正经气血循环加快。有些人脱发比较严重的，食指梳头是非常好的。2. 敲打腋窝。肝有邪聚腋窝，肝气不畅的人，腋窝里会聚集很多的邪气，敲打这里的时候痛感比较明显，越是痛感明显的人越需要多敲敲。每天睡觉之前用自己的双手敲打左右的腋窝5分钟，每天2次，对女性的妇乳也有不错的帮助。3. 敲大腿外侧胆经。早上起来敲打大腿外侧段的胆经左右各3到5分钟。4. 敲打大腿内侧肝经。肝和胆经相对，肝经在大腿内侧，它适合在睡前敲打，每天睡前2个小时，对肝经敲打5到10分钟。如果有发现疼痛的点，要着重疏通，多按按，多敲敲，帮助去除痛点，疏通肝经。5. 踩擀面杖。天经藏于目，地经藏于足。我们脚底有一条地经，对应着肝。通过踩擀面杖能疏通地经，让压抑的肝气得到疏通。建议晚上7点到9点进行。肝气不顺的人，赶起来脚底会非常痛，正常的。坚持下来，肝气顺畅了，自然就不会痛了。6. 搓太冲行健。太冲穴被称为出气筒，是肝经的原穴和腧穴。太冲上来就是行健穴，它是个火穴，肝属木，木生火，肝火太旺就要疏通这里。疏通这里能够把肝气、肝火消散掉，把人体郁结的气散发出去。
左右脚各推3分钟。7. 次大敦。大敦穴，肝经的井穴，井是源头的意思。重刺大敦，帮助激发肝木之气，生发顺畅。可以用几根牙签对准大敦的位置刺100下，以有酸痛感为宜。以上7个动作对肝的养护、对生发肝气都有很好的帮助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其中几个来做，或者有时间的朋友都可以全做。在春天的时候把肝气生发好，夏天阳气充足就不会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内经说冬3月，此谓闭藏，也就是冬天的3个月是万物生机闭藏的季节。我们也需要遵循冬藏的自然法则，藏精、藏阳、藏心神，为来年春天积聚力量，减少冬季疾病的发生。藏精，肾主藏精，如果想要来年筋骨强壮，少生病，这个冬天我们要藏肾，藏肾精是关键。第一步，明天鼓，用我们的手掌心击劳宫穴的位置贴紧耳朵，整个手搭在后脑上，再用食指搭在中指上，往下一弹，耳朵就会有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。我们能听到每一次敲打就像打鼓一样，是咚咚咚的声音。每次叩击30下就可以了。第二步，叩天钟，就是空口咬牙，让上门牙能够咬合，之后稍微用力叩击就行。每次可以叩击36下，再将口中的津液分3小口，徐徐咽下，以意念送到小腹。鸣天鼓和叩天钟都是中国流传1000年的古老长生按摩法，可以达到调补肾元、长本固肾的功效。藏阳，冬天要减少阳气的耗损，平时练一练还阳卧，给自己身体增加点阳气，更好的藏在身体里面，身体自然平躺仰卧，胯关节放松，两腿弯曲，小腿向内收，两脚心相对，两手心放在小腹处，掌心朝向腹部。摆好这个姿势以后，我们在心中要默念虚字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。每次练习5到10分钟即可。藏心神，宁心安神，冬季重点。冬天就不适合我们损耗心神，平时可按揉心脏的保护神内关穴来宁心安神。先摸一下拳头，可以看到手部有2根筋，内关穴就在这2根筋中间。然后放松手指，腕横纹上2寸，2筋中间的点就是内关穴。大拇指指尖按住内关穴，然后以穴位为中心进行旋卷按揉，按揉时间在3到5分钟左右。每次心中烦闷或者心神耗损比较大的时候，就可以尝试按揉内关穴，将我们的心神收回来。好，冬季藏好身体这3宝，提高抗病能力，冬天少生病，来年更健康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最近很多粉丝朋友在咨询诺如病毒的艾灸处理方法，它最常见的就是会让人上吐下泻，这种情况其实很好处理，隔盐灸肚脐就非常好。做隔盐灸很简单，我们先取适量的食盐，均匀的填在肚脐上，然后我们再用点燃了艾柱的扁灸罐扣在肚脐上做温和灸。大人做60分钟，小孩做30分钟，感觉温暖舒适即可。除了做隔盐灸，还可以配合喝焦米粥，就是用1大把米炒焦了，炒到微微变黄，煮粥来喝。焦米粥对止泻有很好的帮助。有些人除了上吐下泻，还会伴有发热的情况，这时候可以
加上灸印堂或者山根穴来帮助退烧。腹泻很容易发生在小孩或者老人身上，其实说到底是小孩或者老人的抵抗力比较差，脾胃较弱。脾胃差的人会经常腹泻，或者吃一点寒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。这种情况如果能坚持做隔盐灸，是很好改善的。每个星期坚持做2到3次隔盐灸，坚持做1到2个月，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。如果你也觉得隔盐灸麻烦一些，也可以试试用南怀瑾大师非常推崇的肚脐贴来贴。我们把花椒、桂圆、艾绒放在一块捣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取适量放在肚脐上，用胶布封住，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大家可以在家自制肚脐贴丸子。我们自制的时候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用罐子密封起来，需要的时候取出来使用就行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大家选材的时候要选择好的材料，艾绒要选真正的陈艾，真正的艾绒才对你的身体有益处。桂圆要选正宗的桂圆用，正宗的桂圆气香性平，叶浓而润，对心脾大有益处。花椒也要选择质量好的花椒，才能发挥散寒健胃除湿的作用。为了方便大家，我们现在也有现成的肚脐贴，怎么贴才最好呢？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肚脐和脚底的2个涌泉穴一起贴。贴肚脐的时候，可以先在肚脐上沾一点点白酒，然后放上肚脐丸，贴好胶布。贴脚底的时候，可以先把丸子压扁一些，然后再贴。一般贴2个星期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作用了。我建议大家能坚持贴1到3个月最好。坚持一段时间以后，脾胃好了，就不会那么容易拉肚子了，同时胃口也变好了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今天立秋了，是肺的主场，要养肺了，所以立秋后首先要清肺排痰了。经过炎热的夏天，我们的身体里积聚了很多寒湿痰浊热气，这些垃圾排不出去，身体会很不舒服。具体的表现如下：早上睡醒后鼻腔不舒服，呼吸难受，口里总有一口痰，容易打喷嚏，嗓子不舒服，经常要清嗓子，皮肤变差，毛孔粗大，长黑头、痘痘等等。今天分享一个适合大家做的动作，拍打一下云门中府这个地方。我们这里是锁骨，这里有个窝，云门和中府是离得很近的，我们用这个手法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到这2个穴位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也可以2手交替的拍打。动作很简单，大家每天拍打5分钟。不仅能够清肺养肺，还能健脾胃，化掉脾胃的湿气，连通上焦和中焦，令周身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。有朋友说拍了吐出很多痰，这非常正常。也有朋友反馈说拍打之后皮肤变好了，心情也舒畅了。立秋后，我非常推荐大家用罗大伦博士的温胆汤来泡脚。为什么呢？现代人大多数生活习惯都不好，大家想想自己夏天的时候，是不是喜欢喝冷饮冰啤？是不是经常吹空调电扇？是不是经常加班熬夜？是不是很晚才洗澡？是不是吃了很多油腻的食物？这些不良习惯导致大多数人都是痰湿体质，身体出现诸多问题。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身体很多问题都是由痰湿引起的。温胆汤恰恰就是对痰湿的调理最好。用温胆汤调理好了痰湿，也就调理好了痰湿导致的各种问题。痰湿的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体型肥胖，腹部肥满松软，脸面部油脂很多，头发也很容易油腻，容易疲倦，舌头胖大，手脚凉，懒得运动，喜欢睡觉等等，都是痰湿体质的特点。有这些情况的人都可以用温胆汤来泡脚。我手里这是1小包温胆汤，1大包里面是10小包。
它是用罗德伦博士的温胆汤配方做成的，用6种材料打粉制作而成。每次泡脚用1到2小袋，煮水泡脚或者直接用沸水泡开，待水温降到42度左右泡脚即可。老少皆宜，一家子都可以泡起来。从现在开始泡脚，坚持把身体的痰湿排走了，你就会发现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变好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年纪越大越怕供血不足，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官，尤其需要气血滋养。然而上了一定年纪的人，往往容易出现头部供血不足，经常头晕迷糊、耳鸣乏力、记忆力时好时坏等等，时间长了甚至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。其实我们头上就有一个供血阀门，只要你能每天把这个开关拨动一下，就会发现你的气血蹭蹭往上升，立马就能感觉到供血上来了。做完以后，如果感觉有用的，请在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同时收藏点赞视频，方便你每天跟着做。好，我们开始做。在正式练习之前，我们先来激活头部的经络，找一把梳头圆润的梳子，从额头发际线上后梳头，先梳中间。这里有督脉和膀胱经2大经络，对畅通头部经络气血有很好的作用。然后再梳2侧，尽量的把头上每个部位都梳到。整个动作大概梳3分钟就可以了。梳完后，头部会很放松，很舒服，就像洗了个头一样，清爽通透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下一步的操作，建议大家先准备2把这种梳头圆润、梳齿间隔大的经络梳。它的梳齿不仅可以穿过头发，还能够紧密的贴合头皮，推平经络，不用担心伤到头皮和毛囊。我们这把梳子是用1级红檀木整木制作，能闻到淡淡的檀木香，有需要的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获取。接下来第一个动作，开天门。天门就是我们脑门这一块，我们用这个圆润的梳头推额头中间这条线，从眉心推到发际线，力度适中，推50下。开天门是很讲究的，推中间这里相当于把门缝推开，方便我们把天门打开。如果你经常感觉头部发紧、发冷、供血不足等等，在推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皮下有一些轻微的颗粒感、小疙瘩，这是经络的淤堵点，你就用这个圆头把它碾碎、推平，慢慢的这些淤堵点就疏散了，你的供血也就上来了。推完后，我们从中间往2边推，推50下，同样有颗粒感、小疙瘩的地方，重点揉开。把天门打开后，你会发现脸上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，这是因为气血往上走，面部发热，而且你会感觉头脑特别轻松、特别清醒。接下来推风池穴。风池穴在颈部后微微低下头，用手去摸脖子后面2条大经与发际线的交界处，这里有个凹陷的地方就是风池穴，2侧各有一个，用圆润的梳头对着穴位旋转按揉。风池穴被称为身体的气血仓库，头颈部的气血都在这里交汇聚集，把风池穴揉开了，能改善供血不足，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。当你头晕迷糊时，可以揉揉它，立马就清醒不少。揉完后，以风池穴为中心，从上往下梳颈后2侧，梳50下。你会发现越梳越舒服，越梳脸上耳朵越热，有气血往上涌的感觉。它不仅把我们头颈侧的经络打通，还畅通到我们整个肩颈部分。像很多肩颈不好的人，这里堵着，
感觉肩颈特别僵硬，梳完也能放松不小。好，大家连续去疏通几天，不仅感觉头脑清醒，还会感觉自己耳聪目明。这个中老年人保养大脑的好方法，赶紧做起来！很快你就会感受到它的神奇之处。